哎，同志，你听我说，哎，你听我说，哎，同志，我已经在你们这儿登记啊1个多月了，到现在，一个女人也没见。哎，嗨，你们这儿是不是蒙人呢？您别着急，我们这儿啊是因为这一段时间业务太忙，您这儿不是才登记1个月吧？对呀。有的人啊，他登记了1年，到现在才借了1个。可是他们跟我说，你们这个中心呢，才成立1个月，对吧？我们以前是地下活动，知道吗？您就说实话吧，是不是到你们这儿没有女的来登记呀？哎，同志，怎么说话呢？怎么说话呢？没女同志，难道我们介绍男爷们跟男爷们谈恋爱？那我来了好几趟了，怎么一个女的没见到？我们是男的。我是说的来登记的女的。你别喊。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？可以啊。不过你敢冒险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先后都为他介绍了3个男的，那3个男的呢，又先后逃回了我们这儿。哎，为什么呢？问题就在这儿啊！一问他们吧，谁也不说，一个个有苦难言的样子。哎，来，我来介绍你们认识啊。来，别，还是下次有合适的再说吧。再见啊。慢走啊。夏雨，你算是把我给糟蹋惨了。没准他真以为我是个性虐待狂呢。思杰，你还不如真在咱们这儿登记一下，啊，也算是抛玉引砖啊。就是，不然老是没有女的上门登记，咱们总不能真的介绍男的跟男的谈吧？算了吧，打了3年的解放战争，总算是虎口脱险了。你们还给我往火坑里推呀？早上好，早上好。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来了一位女士。真的？咱们事先讲好的，我只要能拉来10位女人，你们就付我软件钱，放我走人。放心吧，我们还能坑你。哎，快让人进来，别冷落人家。啊，请进，请进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你光临我们中心，请问我们能够为你做点什么？大妈，先别提钱的事儿，好容易来个女的，别再瞎跑了。咨询1次多少钱？哦，我们开业大优惠，1次10块。那婚姻介绍呢？哎，这事儿归我，50一次付清。他说50啊，是给你介绍5个对象。怎么？你们这儿不是实行1夫1妻制啊？不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就是给你提供5次机会。我说嘛，那要是同时咨询和婚姻介绍，能优惠吗？嗨，这又不是买卖东西。姑娘，我们这实行的是市场经济，质量好的呢，价钱就好；质量差的，价钱自然差一些。我说的就是质量差点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对你优惠10%。你是想先咨询还是想先介绍婚姻？那就先咨询吧。哎，好，那你跟我过来，在这边。怎么，他也在？哦，那个您坐，您坐。要搞咨询呢，就离不开我。您还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吧？我叫王松，我是专门做电脑咨询软件开发的。他是我们这儿的电脑咨询专家。对，您瞧，就会好的。只要您呢，把个人的情况和要咨询的问题告诉电脑，它就会给您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。不信就试试。
我叫刘小慧，在图书馆当管理员，今年24岁，身高1.60米，体重43公斤，家庭出身工人，个人成分学生，大专文化，是函授。我的家庭和我个人的条件，都注定我的生活是灰色的。我每天都梦想有浪漫的爱情，有一个爱我的漂亮的男孩。可是，一到白天，所有的梦想都离我远去。我看见男孩，哪怕是最一般的男孩，我都害怕。我该怎么办？怎么？我真是没希望了。啊，好闺女，你这不是长得挺俊的吗？大妈，您别安慰我，我天天照镜子。小慧，你这么想啊，你的家庭情况和你本人的情况已经没办法改变了，那为什么不试着做一点可以改变的事情呢？我能做什么？我条件那么差，做什么都没有信心。王松，看你的了。电脑很快就会解决你的问题啊。你看，哎，你看出来了。哎呦，我真的很丑吗？不，当然不。对了，下一个答案才是你的。哎，你看出来了，你看。我的眼睛睁大了，可再看我还是这样。小慧，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电脑经常会跟人开一个小小的玩笑。其实呢，它习惯于把最好的答案呢放在最后啊。你再看啊。哎，怎么样？电脑就是慧眼识珠。这真是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，连电脑都会撒谎。啊，不会，你看我小慧，我们的电脑软件呢刚刚开始运行，程序还没有调好呢。但是你也看到了，连电脑都认为你不算丑，那你就大胆的把你的材料输入我们的档案，我们保证一定帮你找到一个白马王子，是不是？真的。差不多了，杨萌萌，您也试试。我试什么？这几天我老头子连门都没出。哎，四姐，你来试试。我吃饱撑的。你瞧，你的事儿我都替你着急。王松啊，给他算。好。哦，叶帮办嘛是一位心高气盛的女性，有过一次铭心刻骨的爱情，也有难以愈合的创伤。有过一次爱。四姐，你爱过谁？您听他胡说呢。王松，嗯，原来你这个软件就是那种算命的把戏啊！你快拿着它走人吧，别在我们这儿捣乱。啊，不算了，大妈，这准不准？哎，四姐，你听听这个啊，本人1.78米，相貌英俊潇洒，家庭条件优越，聪明富有才华。
就凭这臭顺口溜，对女方的要求呢？对女方的要求不高，1米6、7不差，工作轻松安闲，漂亮娴静听话。嘿，你听听，这就是现代男人。他喝多了，漂亮的女人能有听话的吗？哎，夏雨，你给那丑丫头找着合适的了？怎么找啊？给他找一个高的吧，他们俩怎么逛马路？给他找一个个矮的吧，将来生的小孩也就那么点高，怎么办？错了，你们全错了。首先，你们把她当成丑丫头了，还怎么给她找啊？丑丫头是他妈生的，还是我们当的？哎，你们知道皮格马利翁效应吗？当然知道。你先说说。啊，简单的说吧，皮格马利翁效应就是你把它当成什么，它就是什么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把自己当成电脑专家，你就以为自己真是电脑专家了。啊，不，我是电脑专家。皮格马利翁来自古希腊的神话，他爱上了他自己雕刻的一个少女，于是啊，他每天都深情地注视着她。结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个少女活了。瞎说，有这样的事儿？那小伙子们都甭上咱们这儿来登记了，再加皮革一个不就得了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要我们把她当成漂亮姑娘？我们把她当成漂亮姑娘，这个问题不大。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。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他不是不自信吗？咱们找一个男青年爱上他，他不就自信了吗？王松，快点来，看看有没有漂亮的小伙子。好。哎，这堆这么些破石头，多影响这个破石头，这是文物。来了，穿黑衣服那个。哦，是你们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力啊，我们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，总是找不着你。是吗？哎呀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啊！哎呀，这个大热天，赶紧让你们哈，来走，咱们到屋里谈好吗？停，好。哎，大力同志啊，我们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，都说你不在，后来我们还跑过来好几趟呢。是。哎，不可能吧？自从我从你们那儿登记以后啊，我好像就准备出门吧。哎，不过说实在的哈，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，我还以为我那50块钱打了水漂了。哪能啊？主要啊是你的工作，人家一听说是考古的吧，就都不乐意。也是。哎，你说也怪可怜的啊，小伙子老大不小了，那姑娘都不愿意捐。哎，这不，好不容易找一个不闲的。是吗？真的。那跟着我说。那一个啊，就给你找了吧。好。还行吧，就是这形象啊。形象怎么了？这不挺俊的。杨板板，你的眼睛有毛病吧？怎么样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许大力，上回来我看着你挺深刻的嘛，怎么就几天功夫变得这么浅薄了？找对象最主要的是要心灵美，你懂不懂？他的心灵很美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夏棒棒，这就看出你的知识底子薄了点了吧？心灵美是可以塑造的。你忘了，我是干什么的？干我这一行，专门化腐朽为神奇。可是，这外表丑可没办法，文物出了土，你再动那么一点儿，那可是伪造品啊。要这么说呀，你那50块钱算是扔错地方了。你怎么不到商店去啊？50块钱能买一个不错的花瓶。再说了，俗话说什么来着？老瓜落在猪身上。
你也不看看你自己。刚才我们是怕伤你的自尊心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人家姑娘啊根本就不愿意，是我们好说歹说，好说歹说才打动她的心。其问题的关键啊，就是您在这个古墓里待的时间太长了。现在的恋爱婚姻观念是什么呢？是宁可错爱3000，不得放过一个。您这个婚姻问题始终解决不了，为什么？就是您把这个谈恋爱的大门首先就关严了。讨老婆嘛，对不对？要那么漂亮干嘛？丑妻近地是家中宝，漂亮老婆，您出差了，搁家里头放心吗？漂亮女人她只能做情妇。王松来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总算是从你嘴里听见句实话。感情你女朋友是个丑八怪呀！哎，徐大力，你听见没有？连王松这样的都找丑八怪，你还想什么呀？再说了，像你们这种条件差的男人吧，一旦要碰上一个女的，就必须和她白头偕老，所以对方的品格就特别的重要。要是这样吧，我觉得还是找小慧这样的好。你别看她相貌不出众吧，可是她就像出土文物一样，放在这儿越看她就越有味道。没错，古典派，对，古典派。大力，怎么样？那就试试吧。这是您要的书。另外，大英视觉艺术就剩第1本了，下次再写好吗？谢谢您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大家继续看书吧。谢谢你。还书吗？哎，还书。谢谢你给我推荐的这本书。哎，我一口气儿就把它看完了。您学习真努力。不是，这主要是因为您还戒吗？戒，当然戒了。小慧，电话。哎，谢谢。我们一直在那悄悄地看着，是他们一口气儿谈了2个多小时。想想看，2个多小时，第一次见面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现在年轻人第一次见面就上床，有的是。哎呀，你听你说的，我们小慧可不是那种人啊。哎，夏雨，你说他们能成吗？能成，我的眼光不会错。能成啊！哎呦，咱们给他优惠了10%呢。哎，可是咱们才服务了1次啊，服务1次就挣了50块钱，照这个速度下去，咱们脱贫致富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。哎，可我也就奇了怪了，这个许大力怎么会就看上了刘小慧呢？哎，他就偏偏看上了，而且如痴如醉。请进。哎呀，快，请坐，请坐。不行，快，来，坐。来，坐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行。诸位帮办，请你们再给我介绍一个吧。哎，徐大力，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看着你挺有思想的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找对象要注意心灵美。哎，没错，他心灵很美，你没发现吗？说句实在的，尽管他长得不怎么样哈，可是谈了那么一会儿，我还真觉得他挺内秀的，是吧？最起码坐在一起啊，没觉得让人讨厌。那你还要怎么样啊？你想想，这年头要找一个让人不讨厌的女人，容易吗？可是，我好像觉着他神经有毛病啊。哎，许大力，愿意就愿意，不愿意就不愿意，可不能乱说人家。
凡是上我们这儿来的，都是经过医生检查过的。哎，杨班班，我怎么没检查呢？那神经有毛病的准是你。哎，好，你们看这是不是毛病哈？他每隔那么一会儿啊，就问我，你看我条件这么差，你不会嫌弃我吧？哎，这不是神经有毛病是什么？啊？许大力同志，你谈恋爱怎么这么外行呢？是不是？他这是毛病吗？啊？这是谦虚。对，就像你挖掘古墓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这些年的古墓都白挖掘了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就像古墓似的，好东西都在肚子里，得去挖掘，对，是不是？这样吧，我看你们中间还需要再谈一次。不，绝对不谈了。谈一次，谈一次。听我的，谈一次。这回我陪你们去。对了，夏雨，你也得去。有我什么事儿啊？我算婆家的，你算娘家的呀。哎，我说，都到点了，那怎么还不来呢？慌什么？追女人要有耐心。你看我对我们中心那2个女人，多耐心呢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你在那儿追女孩子呢？哪里？是他们在追我。他们已经来了，咱们进去吧。慌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头几次约会就不能准时到，要让他产生一种家人难得的感觉。火候差不多了，咱们走吧。我最不喜欢那些不守时的女孩子。那天底下就没有你能喜欢的女孩子了。哎，呵，夏帮办，哎呀，你好。你好。来，哎，坐好。走。哎呀，好挤啊！是啊，那个交通也太差了。哎呀，小慧，坐。谢谢。夏帮办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！是吗？你们搞考古的也会欣赏美丽？我们挖掘的不正是美吗？你真会说话。现代社会里干考古这一行的，真是像文物一样稀少。那是现代人不懂得生活。其实啊，干考古这一行是最有意思的一种职业。真的？真的。有什么意思？能说说吗？可以呀。你啊，在现代社会，小慧，你平时都忙些什么呀？也不忙什么。我们的除了上班还做些什么呢？看看书。当我们你喜欢看书？我喜欢外国文学。我也喜欢。那你都喜欢谁呀？我比较喜欢勃朗特姐妹。我喜欢。小仲马。我喜欢。狄更斯。我也喜欢。是吗？哎，那说一点我能懂的。可以啊。哎，小慧，我们听听大力谈他的工作啊。比如说吧，我们一直在推测，汉代时期的这一带吧，曾经是一个君王的封地，可是呢，我们没有确实的史料。我看过《步行血泪》。有一天呢，一个单位施工发现了一个古墓，我们呢火速赶了去，打开墓道口。你猜，我们首先发现的是什么？哎，发现什么了？作家的作品。一个人。您还喜欢其他什么作家吗？我还喜欢罗曼·罗兰。我也喜欢，我喜欢他的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和他的《伟人传》。太对了，我也喜欢。是吗？他们太吵了，咱到那儿去，走。真没想到。来，坐。
许大力，我提醒你一句，以后啊，你可千万别让王松上你们家去。怎么？这小子作风可是有点问题。咱别管他。哎，我接着往下跟你讲啊。这个人呢，着实也把我们吓了一跳。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人呢，是个死了还不到70年的人。可你刚才说那是个汉墓啊。是个汉墓啊，但是呢，很明显，此墓呢被人盗过。这个人呢，也是个盗墓的，他把盗出来的东西啊传给外面的人，这外面的人呢，就把他封在里面，活活的给憋死了。真的？此事呢，我们考古时常见。都不敢想象，活活的憋死在一座墓里边。还有雨果，维克多·雨果，你喜不喜欢？当然了，他的93年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。太对了，真是太好了。现在的很多男人简直瞎了眼，他们都瞎了眼。全社会像你这样的女青年、女孩子，真是太难得了。你接着说呀，你们找的是不是那个王的墓啊？到底是不是啊？夏雨，啊？明天是周末，可以请你去跳舞吗？跳舞？你干嘛不请小慧呀？王松，你到底是来干嘛的呀？我倒要问问你，小慧，大力问你明天去不去跳舞？咱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？可以可以，只要您需要电脑大力，咨询。你们先聊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好好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这个不行啊，以后咱们再找。好好事多磨嘛，啊。谢谢，那么就麻烦诸位了。我这，再见再见再见，好再见。下一次可给我找一个质量好的哈。啊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好。夏雨，啊？晚上有空吧？我今天晚上去火葬场。好，再见。好，慢走啊。得，煮熟的鸭子飞了。这怪谁呀？都怪咱们这个江湖电脑专家，那天也不知道谁跟谁谈恋爱呢。我还要问问你呢，你看你那天打扮的，是不是跟那个孔雀开屏似的？你好，要不是我看得紧，你早就跟小慧单独约会了。你呢？你不是还要和他一起去跳舞吗？你都听见了？什么事儿能够瞒得住我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谁也别说谁了。小慧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。哎，打个电话，快问问啊！快问问。喂，图书馆吗？啊，我找刘小慧。不在，干什么去了？病了？什么病啊？好几天了。哦，哎，谢谢啊。哎，我再问一下，他们家住哪儿啊？哦，好好好，哎，谢谢啊，哎，再见。怎么办？他已经好几天没上班了，他们同事去看他，他都不见。哎呀，他千万可别寻短见。我说你们要惹祸吧？我说你们要惹祸吧？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哎，快去看看他去啊！去吧去吧，走。同志，刘小慧家住在哪儿？你们是？我们是爱情班。
我们是他的朋友。小慧的朋友。我的天哪！我还真不知道我们家小慧有你们这么2个好朋友啊！我都问问你们2个好朋友，我们小慧到底是怎么了？这几天啊，她连门都不出，也不吃不喝的。你们没欺负她吧？没有。阿姨，我们去跟她谈谈吧。那好，你们进屋里吧。哎。小慧呀，小慧，小慧，你的朋友来了。小慧，我是叶思杰，你的朋友。小慧，我是夏雨，也是你的朋友。你们走吧，我一点都不怪你们，真的。我只能怨上帝对我太不公平，给了我这样的一张脸，生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别人的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只有一条命中注定的路，就这样上班下班，到了不得不嫁人的时候，随便找个男人嫁了，跟他生儿育女，在平淡无奇的生活里打发日子。到死！不，真是年轻人的昏话。生活本来不就是这样的？你说这人真够小气的，现在哪还送这烟的呀？哎，我老头子爱抽。哎，您可真掉价！我跟你们说呀，我昨天一回来我就跟那小子白了，没意思透了。你看，我一开始就跟你说，就是没意思。我就不明白，有什么值得寻思觅活的？这人一辈儿一辈儿，还不都是这么过来的？你看人家这个就不错了。3位女士早上好。吓我一跳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和女人们打交道不能斤斤计较。那个软件儿，我决定优惠你们3%，但是要现金。王松，都你闯的祸。小慧她不想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真的假的？王松，救命要紧，要真出了事儿，公安来了怎么办？还不快咨询一下你的电脑啊！不要慌，不要慌。他真是要自杀吗？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个勇气，反正是好几天没见了，好像。错，好几天没见了。你们全错了吧？我说什么来着？你们当初就错了。大方向全都错了，我们错哪儿去了？我不是反复的告诉你们，那个叫皮革马利翁效应吗？哎，我们是把她当成漂亮姑娘了，可是她自己知道自己长得丑。问题就在这儿啊，她不自信，她的全部问题在于她不自信。没错，换了我也不自信啊。所以呀，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马上给她介绍个男朋友，而是帮她重新树立起自信心。问题我们怎么使她自信啊？你总不能让一只丑小鸭认为自己是白天鹅吧？应该让她想象生活呢，并不像她想的那么糟糕啊，她自己呢，也不像她想的那么难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还有人爱她？这可能吗？我们可以造出这种可能。怎么造？哎，王松，要不你去向她求爱吧？不，我跟他没关系。王松，你不是懂那个什么效应吗？你就把她当成漂亮姑娘不就行了？对呀。那软件我白送了，那软件我白送了。哎呀，你们不能老强迫呀！你这……哎，我有个主意，你们想一想，明天是什么日子？星期六。明天？农历7月7，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。年年断肠日，我们可以在明天
匿名送给小慧一件礼物，她会怎么想？牛郎送的，哎，可她也不是织女啊。一个爱慕者，明天那么特殊的日子，他肯定会想到一位男性。那她要是疏忽了这日子呢？就是，我们可以给予他提示啊。哎，我提个醒啊，送礼物要花钱的。那我们挑那种物美价廉的，啊，一个大影集怎么样？上面写满了祝福的话。哎，我可告诉你们，一个大影集像样一点的得好几十。要我说呀，送2斤点心得了，花不了几个钱，还实惠。哎，我有一个好主意，咱们送她红玫瑰，象征爱情的红玫瑰。找谁呀？这里有个刘小姐吗？没有。你刚才说什么小姐？刘小姐，那是我呀。你有事儿吗？今天是7月7，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，有人让我送你一支红玫瑰。谁让你送的？我不认识那位叔叔。一位叔叔。谢谢你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已经将近2个星期没去上班了，是12天。病了吧？没有。谢谢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一切。谢谢你。鲜花1支5块。5块又1支。又1支5块。一块。那他每天一嗨，他有在路上碰见谁了？3、4、10个，你先算1支。50。我刚才在路上碰见小慧了。什么？小慧？对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可有她的消息了。哎，整整16天了，80块钱了。哎，他怎么样？跟你说话了吗？当然说了。说什么了？就我刚才进来的那动静儿。
嗨，80块钱就一声嗨呀！哎，没说别的。他说一会儿上咱们这儿来，一会儿就来。他怎么说的？哎，那好，一会儿我就把这给他。哎呀，大妈，古人怎么说来着？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你现在吧，把账单一给他，他一下全明白了，然后又得寻死觅活的，结果呢，前功尽弃。所以啊，有人吗？有人进来。小慧，我早就说过，小慧其实挺漂亮的，你们看是不是？是，真漂是亮。啊，真漂亮。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小慧，我们呐正想去找你呢。那什么，我们又给你介绍了物色了一个对象。谢谢，我是来跟大家告别的。告别的。以前我真傻，干嘛非用这样的方式交朋友？我每天接触那么多人，也有不少优秀青年，我应该用别的方法。谢谢，服务费也不用退了。谢谢你。小慧，你这半个月变化真大呀。是的，现在我终于知道，这世界有爱，有爱我的人。我要寻找属于我的那份爱，不管找多久，我相信一定能找到。谢谢，谢谢大妈。大妈，您还有事儿吗？没有，小慧，以后常来玩啊。哎，那我走了，大妈，再见。但是我又发现了一种比货。你好，我要走了。我想告诉你，你的电脑的确把最好的答案留到了最后。不知是否能给你们提个建议？当然可以。你们都是好人，但是以后应该注意方法。再见。你们听听，他说让咱们注意方法。走进爱情的弧线。